自驾穿越国道216后，我们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一路向东，来到芒牙这个中国最孤独的城市。它被南边的可可西里、西边的阿尔金山、北边的罗布泊、东边的柴达木沙漠几大无人区包围。路过这里时，我们从航拍图像上看到一片奇怪的石头堆。这么大面积的石堆是做什么的？是某种神秘图腾？又有点像是墓地？难道是乱葬岗？如果是坟堆，芒牙地广人稀，他们为什么要集中葬在这里？是坟，前头有那个，对，上面还有字。哦，他们都埋到这儿吗？大平原上埋到这儿？对，子墓啊，耿惠君之墓，生于1967年，67年，故于1996年。哇，河南省西平县城南。哇塞，看这全是坟堆，走到这儿就感觉前面站了一排人，这一排人就是当年在这里挖矿的一排一排的人站在我的面前。他们把生命留在这里啊。64、85、21岁。那都是那个第一批来这里挖矿的人的子女，相当于是。这个也是。但是怎么才活20多岁啊？不幸，你看那上面有个不幸什么？哦，不幸故。不幸，他是意外死的。这墓碑都断了，断成2截了。这个已经字迹都看不清楚了，都是外地人。而且我们发现了好几个墓都是20几岁就死了。85年减67，85减67等于多少？18岁。这儿还有香，有人来祭拜过。这些人可能是从生到死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戈壁滩，他们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这是不是让你有点震撼了？这个时候。挺感慨的。这就是发生在戈壁滩的故事，但是他们为了戈壁滩的建设，为了生活，他们在这儿生，在这儿长，在这儿死。这真的是一片乱葬岗的感觉，太吓人了。这个是驾驶员，哇，汽车驾驶员。汽车驾驶员。现身千里，天津的，生于1956年。哇，因公殉难呢？对，因公殉难于1980年，汽车死了的，车祸死的吗？还是怎么着？因公殉难。对，应该就是当时汽车。1982年因公牺牲，64年出生，90年因公卒，山东人。62年4月初，因公殉职。因公殉职。2001年。病故。哦，病故。1941年。41年，84年，连名字都没有。1967年，你看又是那个58年之后的。对。67年到84年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好多都是84年死的？大部分都是84年死的。哇，这个才17岁。山东病故，很多都是病故和因公殉职，你看见没有？对，都是。然后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在这儿出生的，而且基本上都只能活到20多岁、30多岁。在这戈壁滩上。这个墓又被挖走了。对。哇，棺材吗？那是 ？Oh my god！ 哇塞，他被盗墓了吗？不知道。有尸体吗？没看到。19
1939年7月，生1981年40。岁。在苍茫的戈壁中间，这么大面积的石头堆组成的墓地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，内心被深深震撼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大多数都是英年早逝？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去看看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请注意急转弯。白色的那边应该就是石棉矿老矿区了。就在墓堆群10几公里外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型的露天石棉矿场正在运行，不过看着好像有些冷清。回看芒崖的历史，没有发现石棉矿之前，这里全部都是无人区，大多数的盐碱地甚至连野草都无法生长。高海拔、寒冷、长期风沙肆虐，让生存条件极为恶劣。就算距离最近的城市敦煌，也超过400公里。自古以来，这里都不适合人类生存。但这里蕴含的石油、石棉、钾盐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。1958年11月，22名当地工委干部和工人携带2顶帐篷来到这里，手持铁锹和十字镐，开矿采石棉。芒崖的石棉矿产业发展就此启程。自那以后，一代又一代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来到这里开采石棉矿，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早的拓荒者。由此，芒崖才逐渐有了城市的形成。60多年来，这里一度是全国最大的露天石棉矿，产出的温石棉一直占据全国40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你一下，就是原来那个这边石棉矿的那些老房子还有吗？这个我才来了，我不太懂。哦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您知道原来那个石棉矿那些老房子还在吗？不多了，不多了是吧？现在很少了。现在很少了。电影院是不存在了，小孩儿现在好多也都不往这边来了。您在这儿待了多少年了？我这待了，从年轻吧到埋葬吧，几乎就全部在这地方待着了。你是哪儿人啊？山东的。山东人，怎么跑到这儿来啊？以前父母亲在这地方。就是石棉矿。对。开采石棉矿的时候，石棉矿应该是58年吧？对，58年。58年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先有石棉矿，后有芒崖镇。对。太不容易了，那个时候。那您那时候不容易，现在更不容易，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在石棉矿干了这将近几十年，连个房子都没有。你也在石棉矿里面工作了几十年，就是相当于是父母，然后退休以后你也进石棉矿工作。对。为什么没房子呢？你挣的钱在家买不起房子。不是在这儿呢？在这儿有房子，但是你这个地方又不养老啊，都退休了以后就回内地了呀，所以就回不去了。对。我们过去看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坟，那些坟是都是石棉矿的人吗？对。但是我看到好多很年轻的人啊，20多岁就走了。有啊？应该有很多，有20多岁，什么四川的、山东的，各个地方的都有。对。他们有好多人是什么事故啊，我看是什么因公啊。对。然后还有好多人是因病啊什么的。你有时得病，有时候工伤，有时候在机子里面那会儿出车祸的。哦。啥都有。有没有那种肺上出问题？对，我就是石棉肺。你就是石棉肺。治不好了。啊？治不好。那会怎么样呢？那个石棉肺会死呗，它里面生长呗，扎在肺里头了呗。就那些纤维啊什么的，是对吧？就绝大多数在这儿工作的人，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？对，都有石棉肺。对，石棉肺不可能那么年轻就死。石棉肺不可能那么年轻死啊？对，它有个缓制期在里头。国家现在还没有
治的办法，现在就叫做生不如死啊。石棉的危害竟然这么大，那为什么还要开采它呢？它究竟有什么作用？石棉是一种特殊的天然纤维状硅酸盐类矿物，耐酸碱，隔热绝缘，因为性能优越，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。石棉本身没有毒性，但生产石棉过程中产生的石棉纤维细小不易察觉，特别容易被人体吸入，造成肺部疾病。20世纪30年代，澳大利亚的威特努姆小镇因发现蓝色石棉而一夜暴富，为澳大利亚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。然而几十年后，人们才发现石棉的危害。2007年，该镇被废弃，甚至从地图上永久抹去。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各种事业亟待发展。石棉凭借其经济实惠和优异性能，成为了工业进步的重要原料。但当时的中国医学技术较为落后，无法准确识别和追踪石棉相关疾病的成因。2017年，石棉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。由于环保问题和诸多新材料的出现，它的工业前景并不乐观。芒芽石棉矿带来的利益已经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。历史滚滚向前，曾经热闹的戈壁滩，渐渐只剩风沙呼啸。石棉矿现在有多少人啊？现在没多少人。石棉矿职工的话，现在最多可能也就300多人了，不像以前了，3000职工，8000父老。8000父老？对。8000父老是什么？老婆孩子啥都在啊，现在呢就没有呗。就只有300多个职工了。对。所以以前曾经在这儿的时候，是不是接近1万人啊？1万多呀。1万多人。对。最鼎盛的时候。80年代。对，要不是现在这楼房好多都是闲着了，都是空着了。退休金有多少钱？你们退休个3000多呀。3000多。对。每个月吃药得多少钱？吃药的话，最少也得在1000多块钱左右吧。就是因为那个石棉费。对。那你们真是把青春献给了这个戈壁滩。对。然后从生到死啊。从生到死。唉，可怜，真的。那你忙吧。好吧，谢谢你啊。好，祝您身体健康。好，再见。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片土地呢？这里山高地阔，贫瘠苍凉，悲奇又壮丽。一群开拓者奋勇争先，满怀激情，为这片无人区带来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生命力。但是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说，无论是作为父母还是儿女，我们都希望落叶归根。可是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家乡，甚至绝大多数可能根本就没见过家乡的样子。长眠于此，守着风沙肆虐的大戈壁，或许他们终将被历史的尘埃掩埋，无人知晓。或许你会通过此片记住这里曾经的峥嵘岁月。